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你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他挖出来。肯定是李天干的，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，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。我同意。这个基本可以确定。程队，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，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，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.74米的女孩，所以肯定有碎尸。如果有碎尸的话，那床上就会有血迹，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。海平，你再问问他，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？看他有没有预谋，是预谋，还是激情犯罪？嗯。李田，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？我不知道。高队、程队，从数据上来看，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，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，一来一去特别快。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，先找地方先挖坑，挺费劲的。没错，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。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，往前再追溯3个月，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。哦，还有，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，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，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。好，那我们马上行动，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，另一队人组织突审，这个应该可以拿下。来说说吧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李田，看了你的资料啊，曾经是个学霸，脑子好使，心理素质也过硬，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。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，不用我多说。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，给你戴上手铐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。是我干的，记录。程队长吧，我记了你的名字。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，是我干的。不客气，继续说。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，没那个本事，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。我有家庭，儿子聪明，老婆贤惠，好的工作，好的生活。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，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，2次日料。可是男人不吃亏，就永远不会后悔。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，说案子。好好的家，说毁就毁了，我真是晕了头。离了婚，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。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，
其实应该说，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，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，我想甩我也甩不掉。天天吵，天天吵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就想，就挖一个坑。1个月前，我就沿着这条路线，找了个地方，挖了一个坑回来。回来后，突然有一天，又爆发了争吵，我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给勒死了，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，装到鞭子袋里，又运出去，到了地方，把他埋了就回来了。有发现。带走。刚刚是不是吓着了？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，第一次看见尸体，跟您的反应差不多。没事儿。不过你当时问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？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.74米，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，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。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。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？哎，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？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？我爸妈都是警察。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，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，解不开的结。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，才能理解他们。这样啊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，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，一样战斗，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，解生死谜，看众生相。哎，疼！忍点儿，疼就对了。哎，疼！忍着。哎，哎呀，哎，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？我这好不容易得个机会，那不得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啊！来算账啊！这下我得阑尾炎，你不在家，是吧？这下海政开家长会，你去过吗？去过吗？起来试试。别坐着，起来活动活动。哎，还真好多了。哎，你行啊！你最近又上什么学艺班了？啊？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。你什么时候考的？你专门为我考的啊？
想什么呢你？我要开个按摩店。啊？要开个按摩店？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？按摩店这种行业，我得向单位请示啊。啊？喂，何金。秦总，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，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。啊，我意见就是公务一律给基层，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，啊，物证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。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。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，多给基层。那您这边呢？啊，我什么都不考虑啊。嗯，好嘞。周主任，哎，江处，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？别问了啊。秦总是不是不要？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，他得有个功啊，而且是1等功。他要是不要，我也不要了。江处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，就听秦总的吧，要不然就让领导听。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，显得有点小吗？我懂你意思了，不问了。秦总，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，这些是相关的材料。哦，这个案子审结了。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？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？那收拾就去。你带我一起去呗。这耳朵好了吗？好了，早好了。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，挺遗憾的。这回再带我去呗。没说不带你去啊。好嘞，快去准备。哎呀，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。就是的，秦总啊，我跟你汇报一下啊。你走了以后呢，我们继续扫尾，全市查赌场，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，查获68人，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。查赌过程中，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。经过爆炸案的教训，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，不敢赌了。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，从思想抓起。案子破完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。案子虽然破了，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，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，都要查缺补漏。我们局里、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，分析、总结、找问题、想解法。清江啊，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。就是呀，好在挺过来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，为什么呢？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，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。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，跨越式的发展。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，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，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，一下子到了全省第2。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。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。秦总，我不是在上高调啊，正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，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，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。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、人民的安全感、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你挺能说呀，而且说的还挺好。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，第一看个案卷，第二跟2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，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，怎么做的。
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，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。小顾，听到没有？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。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是的，秦总，我们整个园里、州里、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，特别是秦总，是非常认可、非常尊敬、非常钦佩的。杨队，您这是当面夸呀？啊，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，每次办完一个案子，要总结一下案件啊，再回来一次，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。老杨啊，这个夸奖人啊，背后叫夸，当面真叫拍。我讲的是真的。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。好嘞。新铺的路啊？是啊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。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了。是啊，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。好山好水啊！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？这个案件破了以后，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，但是每一次来，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主要是因为瞒。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，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。以前是浑身满气，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。现在这个治安也好，查案子也好，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。人啊，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，这就是教化的力量。对，秦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太有水平了，真的，这个，有时候呀，我也经常这么想，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。别说啊，杨队拍起马屁来，听着还挺舒服。我说的是真的。秦总，这边走，档案室呢就在前头。杨队，档案室我们认识，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。对，好不好？有事儿你们先去忙。秦总，这个18年了，5条人命，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。这间办公室呢，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。当年案子没有破，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。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，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，案子还得重启。就是啊，秦总，你之前答应我了吗？我就天天盼着，等着你回来，把这个案子拾起来。真的，18年了，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，所有的秦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，胸装两岸。你看，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，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？秦总。郭儿，杨兄，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。就是这个事儿啊，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。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，
好吧，好吧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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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秦总。好嘞，好嘞，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，理解理解啊。要不这样吧，秦总，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，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。走，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，看一下我们清江。走，这个地方的群众啊，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，啊，你看一下，小心点啊！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，这里的群众啊，热情好客，人也文明啊，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，他们的日子呀，也是过得越来越好。秦总，你看，秦总，哎，老秦老这个你还记得不？当然记得。哎，好好，多坐好，多坐好。好，这边坐，哎，这边。来，坐，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坐，过去坐吧。秦总啊，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，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，桌子上可以没有肉，但是不能没有酒。好，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，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，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。不过放心，今天是有菜的，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。杨队，心意我们领了，单得我们买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不存在的。秦总，我先讲两句。这个爆炸案呢，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，天寒地冻的不容易，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，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。今天我们4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、清江百姓，敬你们一杯。好，来，秦总。但是话呢说重了，要说护一方平安呢，还得是你们基层，你们啊最识百姓苦，最知百姓难。来，辛苦，来辛苦，碰一下。门来敲马酒馆赛马，我没改那西面灯100年来。门来敲马酒馆赛马，都没改那西面灯笼哎。来，唱的不好啊！老金是我们4个当中唱的最好的。哎，就是的。哎，见笑了。秦总吃菜。哎，杨队，坐。那个，咱们今天意思到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。啊，你们明天就走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我们还没走呢，就舍不得了？哎，不是不舍得，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。秦总，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。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。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，我白天盼，晚上盼，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晋江两岸。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，可是这个晋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。小顾，秦总不是讲了吗？回去跟领导商量。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？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，再放下去，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？顾头有点喝多了。没喝多，你坐下，你坐下吧。哎，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？老金、老胡，还有你杨队，你们不敢说的话，我敢说，我大不了不干了。秦总，不好意思啊，
我给你汇报个情况，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，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。我为什么要当警察？为什么要当刑警？他们清楚得很。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，我说实话，我还当什么警察啊？钱总，我们不是要为难你，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，快要憋死了。老顾，老顾，来坐过来。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坐下。对不起啊，秦总，真的是对不起。秦总，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，我认识2个，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，这2个人我都认识。副所长啊，姓齐，叫齐焕生，这个人他喜欢打球，那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。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我们还碰见了。哟，你好，哎，老齐，干什么去啊？干什么？我值夜班啊，干什么？明天你闲不闲？明天闲的呢。啊，这样子，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。约起来？行啊，约上啊。好，明天见啊。哎，哪位？你报的案？我报的案。人呢？在里边。在哪儿啊？在那边的楼梯口。在哪儿？快点！楼梯口。这里啊！哎，这儿，就这儿，楼梯间。现场呢，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，就是唯一的线索。根据这个脚印啊，我们判断，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个人。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、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，只有枪没了。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，就是冲着枪来的。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，尤其是银行。邱校长。哦，小金来了。啊，来，坐。啊，不坐。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？哎呀，听说了。来就是告诉你，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。现在呢，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。出了事，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。知道了，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啊。哎，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，你们也是辛苦了。哎，没事，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我知道，抓紧时间办啊。啊，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不用送啊，不用。枪找到了？金哥，我看你是累傻了，找了1个多月了，有什么线索？去哪里找啊？这枪？喂，哪位？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。你发现这里多久了？啊，我市局的啊，什么情况？我是平山派出所的。这位先生报的案，说来找屋主，没人答应，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，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。你不是那个，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？是我报的案。金哥，里面全是煤气。那边是什么？
弹壳坏了，出大事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马上，马上。好，快！当时呢，我也是参加工作小10年的老刑警了，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。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，那太惨了，到现在我想起来，都还是毛骨悚然的。除了邱行长的一家3口，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，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，叫陈小兰。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，12月1号，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，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，就过来看一下。当天晚上，陈小兰是彻夜未归，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，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。直到第2天的下午，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，就找到了行长家来，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，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。这个开第1辆车，这个开第2辆车啊。全家都被杀了，不知道有什么身手。是那行长家吧？5楼，这是行长家吧？好像是5楼的。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。叔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干什么？这谁家的小孩？不要在这看热闹啊！回家去。那是邱欢欢吗？你认识他？现场呢，一共开了3枪，找到2个弹壳，3个弹头。鉴定结果出来没有？出来了，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，而且呢，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吧，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了。我要进去！哎，让我进去！哎，不能进！干什么的？不能进啊！出去，出去！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？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！走走。凶手呢？抓到没有？哎，你是谁呀？你管我是谁？我就问你，凶手抓到没有？小子，回家去，没必要跟你说。草包！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杨队，没事啊。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。谢谢了啊。好了。干什么？快吃呀！请你的。我不吃。你这孩子年纪不大，脾气还不小。你看看你，多有面子啊！你骂我们是草包，我们还请你吃粉。我说错了吗？本来就是。你叫什么？干什么？还想报复啊？你不说我也查得到。我叫杨雄，今天刚到秦江两岸专案组报道。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1楼。案子破了，我第一个跟你说。破不了，要打要骂，随便你。加我一个。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，我还当什么警察呀？两岸案发以后呢，上级领导有批示，这案子要限期破。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，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。我们州里呢，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，就决心很大，提出要15天破案。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，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，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。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。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，社会关系复杂，在案件的定性上，
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，是侵财呢，还是报复？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，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，这又让人无法相信。最后啊，专家们一致认定，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。为了这枚指纹，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，不光是我们中昌省，几乎全国都跑遍了。在案发的头5年，1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，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。不光是专案组，但凡是清江的警察，只要外出，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。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，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。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，还有这个云城、西城，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，工厂啊、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，都跑遍了。这是鞋底的花纹啊，2边。反正呢，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。找的话嘛，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。反正就这么多。好啊，谢谢了啊。哎，没有，你们自己找好了。我找这边。这边。杨雄，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，生病你不管，上学你不管，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，大半年都不回家。我知道你是警察，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。今天是孩子的生日。老板，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找到了？这个鞋多少钱？给孩子买鞋是吧？想孩子了。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？哎，这双鞋挺好看的嘛。哦，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？哎呀，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啊。蒋局长，局长你怎么来了啊？威海，快，倒水！哎，快坐，局长，快坐。正好局长你在，我给你汇报一下，这个我们这一次呢，把嘉诚所有的地方都跑了，还有云城市、西城市，全国工厂、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有名的都跑了一遍，比对过了，没对上，没有茶叶了。辛苦你们了，围着全国跑不容易，抛家舍业的，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。您什么意思嘛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案子8年了，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州里的人先撤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为什么呀？我们这8年的工作，算什么嘛？白做了。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，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。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，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，要等待机会，等有了条件，再把两岸抓起来。杨队，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，他要退了。什么？你要退休了？小杨啊，
我知道，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，想把这个案子拿下。但是条件有限呢，我们也得认清现实。小杨，你在这里守了8年，付出了很多。组织上决定，让你一起回州去。我的意思呢，你走吧，不要在清江把自己给耽误了。你有老婆，你还有孩子，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，对吧？我要是走了，这个案子怎么办？啊？都没有人了，知道吧？没有人了。我不是人啊，我不是人呐。你留下来，这个案子就能办了。你查了8年，你查出个啥来了？你看看你，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？你现在成什么样子？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？你白天想案子，晚上想案子，人都要废了。走吧，来，喝一口。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，行吧？